大家好，我是萨姐，今天来做一道家喻户晓的英式司康松饼。先把葡萄干加水浸泡大约1个小时，滤掉杂质。用浸泡后的葡萄干吃起来口感会更加的湿润。面粉用普通中筋或者低筋面粉都可以，加入泡打粉、盐和细砂糖，搅拌均匀。加入切成小块的黄油，黄油一定要用冷藏的，刚从冰箱里取出，不需要室温软化。用手把黄油块揉进面粉里，就像我这样轻轻地搓揉，直到感觉不到有明显块状的黄油。面粉颗粒摸上去好像奶粉一样，稍稍有点粗糙感。打一枚带壳约60克左右的鸡蛋，倒入面粉里，再加入奶油。我用的是比较厚的 thickened cream， 如果大家用的是普通 cream， 可以少5到10克。这里用的鸡蛋和奶油也必须都是冷藏的。用叉子大致翻搅几下，如果你做的司康又硬又不蓬松，可能就是这一步错了。司康面团要尽量少的搓揉，基本上看不到干粉就可以加入葡萄干。接着用叉子将葡萄干混合进面团里，所有动作必须十分的轻柔。用手把面团聚拢，感觉一下这时的表面应该稍稍有点湿黏。用保鲜膜包好，室温低于20度的话，可以室温松弛30分钟；室温高的话，就放入冰箱松弛。这时可以预热烤箱至180度。面团松弛好了，就可以进行最终的整形。撒少量的面粉，用手轻轻地拍压扁，要避免用平时做面包的揉面方式。用切拌层叠的方法，反复进行2到3次。压扁成一个高度为2.5到3厘米左右高的面团，表面不要有明显的裂痕。我用的这个压模直径大约6厘米，可以做7个司康。压模放在面粉里蘸一下，可以防止压的时候面团和表面粘住。剩下的面团可以重新聚拢再压扁。压好的面团放在垫了油脂的烤盘里，面团之间隔开一定的距离，扫掉多余的面粉，表面刷上一层薄薄的全蛋液。四周千万不要刷到蛋液，否则也会影响司康的膨胀。放入烤箱中层，180度烤至20分钟，然后调至190度烤至5分钟上色。烤好的司康马上转移到架子上放凉，和手温差不多，就可以品尝这款经典的英式小点心了。一个合格的司康，体积明显膨胀，表面淡金黄色，中间自然的裂开，一掰就分成2半。中间可以抹上果酱和这种厚奶油。一口咬下去，非常的松软。司康虽然做法超级简单，但是不少朋友反映做出来的司康又硬又不蓬松。这里我将几个要点总结一下。首先，材料里的奶油、黄油和鸡蛋都必须冷藏。如果没进烤箱前，黄油已经开始融化，司康就不会膨胀很高。不能用高筋面粉，否则做出来的司康会比较硬。用叉子搅拌，可以避免过度揉面和防止黄油融化。整形时面团的厚度不能太薄，3厘米左右刚好。面团表面一定要压平，不要有明显的裂痕。第一次压模后的面团用手稍稍聚拢压平，就可以进行再次的压模。表面多余的面粉要扫掉，以免影响司康的膨胀。如果上面这几点你都做对的话，
相信一定能做出又简单又美味的英式司康松饼。大家在家做完之后，也欢迎上我的 Facebook 发作业。我是萨姐，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，请订阅并点赞，有问题也可留言给我。其他视频请进入萨姐的南腔北调观看。我们下集再见。